Luki 的极限位能再开一个，天赛的位置好危险，做不了什么事情。Simon Taker 的机位又在顶到，经过险要被拉开，时间剩下最后的14秒，游戏似乎要宣告结束了。Simon Taker 的最后一波十文字斩剁出了5980点的血量，天赛机位开出去，但是没有大招，结束了3-0。2024年11月3号。2024荒野乱斗全球总决赛最终冠军战，来自日本的 Crazy Raccoon 面对到欧洲第一的顶尖队伍 Humble。Crazy Raccoon 在选角以及战术讨论上似乎有些问题，被 Humble 以3-0完封，以亚军惜败，结束了他们的2024夺冠之旅。时间来到1年后，2025荒野乱斗全球总决赛 ，Crazy Raccoon 再度在冠军战遇到了 Humble。这场赛事结果想必大家也都知道了 ，Humble 被 Crazy Raccoon 以3-0完封，从不被看好到差点在资格赛被淘汰，到最后力挽狂澜夺得世界冠军。Crazy Raccoon 是怎么做到的？他们在这1年经历了什么转变？不断创造惊喜给我们的 Crazy Raccoon 是如何走到这里的？如何创立属于 Crazy Raccoon 的王朝？回到今年2月7号，Crazy Raccoon 官方宣布队内王牌选手 Setatempo 将离开队伍，并与Levi和 Shizuku 加入 Zeta。这无疑是对 Crazy Raccoon 的一大打击。当初2021夺冠的组合，如今都已分崩离析。在 Setatempo 离开队伍后，Crazy Raccoon 随后也宣布了新成员 Milk-Rio 的加入。Milk-Rio 在去年是 Rifle Esports 的成员，在2024全球总决赛就以8强作收。而他是2019就开始打职业的玩家，是个有着相当多的经验以及技术的玩家。他的加入完美补强了 Sia 的缺口。Crazy Raccoon 日本常年称霸第一的队伍，2025全新队伍名单已确定。Tensai 2021及2022世界冠军，是荒野乱斗史上第一位双冠王。今年25岁，以他的麦克斯操作深受观众喜爱，是东亚第一 GOAT。Moya 21岁，是队伍中年纪最小的成员，在2022年以亚军为个人最佳成绩。在那之后，与 Tensai 和 Setatempo 在2023及2024分别获得4强以及亚军的成绩。很多人说他是 Sia 中一直在搞的，但真的是这样吗 ？Milk-Rio 今年新加入的成员，24岁的他已经征战荒野职业赛事6年，在2019年就获得亚军，去年则是8强。他是在日本常年活跃的实况主，也常常在直播中展现出他惊人的活力。今年新加入的他，能为 Sia 带来怎么样的转变呢？而一个队伍最重要的不只是选手的努力，在选手背后的教练也扮演着关键的角色。Rely 是 Crazy Raccoon 的教练，他同时也是2020世界冠军。有着冠军经验的他，从2023年就担任 Sia 的教练。虽然在选甲上常常被说是过于抽象，但要是没有他，就没有现在的 Crazy Raccoon。Crazy Raccoon 完全体已就位，接着就看他们的精彩发挥。2025年2月15号，这支队伍迎来了今年第一个挑战。一日之计在于晨，新赛季之计肯定就在于首个月度决赛了。这支队伍也不负众望，先在8强击退 Euphoria Suits， 又在4强击败 Nafi， 更是在冠亚赛遇到 Milk-Rio 的前队友 Reject、Multi 以及 Shu。而 Sia 是以3-1碾压式的姿态取得了胜利，荣获了2月月度冠军，为今年首个赛季来了一个完美的开局，也让大家更期待这支队伍未来的表现。然而事与愿违，2025年3月9号，这支刚夺得上个月冠军的队伍却在3月月度资格赛中失利，在胜者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以2-3的成绩败给了 Rifle Esports， 掉到了败者组。但最终还是晋级到了月度决赛，只不过被 Rifle 打爆了门，拿下胜利后，这支队伍声势似乎有些下降。在1个礼拜之后的月度决赛，
灰之软困在8强赛中，因为是由败者组晋级的缘故，遇到了由前队友 Stampo 所属的 Zeta Division。这无疑是本场赛事最为人关注的焦点之一。昔日的队友变成了如今的敌人。这场比赛共有72% 的人预测 CIA 胜利，28% 预测 Zeta。各位观众此时都非常看好这支东亚王者队伍，而这场比赛的发展也是非常的戏剧性。第一局金库被 Zeta 先持得点，后续的极限淘汰赛跟据点战，灰之软困连续拿下2局，此时比数来到了2-1。CIA 领先，当时只要再拿下1盘胜利就可以晋级了。在第4场的宝石，天才在对方出了碧儿之后，亮出了他最为厉害的角色麦克斯，但是在对方压制之下，被直落2输了这场比赛。此时比数来到2-2，也迎来当天第1场打到第5盘的对局。最后一场比赛是足球的3重威胁。第一局双方拉扯的有来有往，但就在对方找到一个突破口之后，被进了第1球，先持得点。此时 Zeta 来到了赛末点。And with 30 seconds remaining, it's looking really, really bleak for the number 1 seed of this region. Things could really shape up here in East Asia, and Shitapo continuing to just bury the enemy side. He went off on his own, new team, new roster, and for now he's going to be leaving this enemy side behind. Tensai has to sprint to the other end. Moya does have a super available, but this ball is comfortable in the bottom left-hand side. Another takedown to add on to the stats, and the number 1 team in East Asia will fall. Zeta Division get a marquee victory for their season. Great drafts, great. 王者的堕落，灰之软困在该月的赛事止步8强，也让声势陆陆续续转移到了获得该月冠军的 Zeta 身上。而因为在8强止步的缘故，让 Zeta 和 Rejoice 反超 CIA 的积分，灰之软困掉到了东亚第3名的位置，也是近2年来 CIA 第一次掉到第3名的位置，也不禁令人怀疑这支队伍是否大势已去。时间又过了1个月，2025年4月，此月的赛事至关重要，关乎着是否可以晋级5月乱斗杯的资格。这个月的 CIA 比起上个月回稳了不少，在月度资格赛以胜者组晋级挺进月度决赛后，又晋级到了4强。但是天意又让 CIA 再次与 Zeta 相遇，这是双方第2次的交手。而这次比起上次的拉扯 ，Zeta 是直接以3-0结束了比赛，让灰之软困在4强说了再见。这场比赛被玩疯，更是让声势几乎全都到了 Zeta 那边。CIA 的王朝已过，天赛王朝已去。时间又过了2个月，经过了5月乱斗杯的比赛，东亚赛区多了一个晋级 LCQ 的名额，所以只要前5名都还有机会继续打。但5名之后就必须说再见了。而此月的比赛开始，赛事迈入第2阶段，积分翻倍，让落后的队伍有机会追上前段班的队伍。2025年6月14号，在休息了1个月的月度决赛后重燃战火，这次的比赛可以说将灰之软困打入了深渊之中。6月月度决赛8强赛，灰之软困遇到了天赛前队友阿恰比所属的 Nafi。CIA 在夺得第1局极限淘汰赛的胜利之后，被浪一追3，3-1结束了比赛，再次止步8强。本月的对战结果也让 CIA 的排名掉到了东亚第4名，被 Nafi 大局反超。而根据当时情况，只要第6名就淘汰，连从 LCQ 起死回生机会都没有。所以 CIA 在接下来的比赛必须更为努力，否则将面临淘汰的命运。而此时 CIA 与位居第1的 Zeta 已经相差了100多分，有着巨大的差距，与赛季初有着强烈的反差。2025年7月12号，命运的齿轮正在悄悄转动。东亚赛区第1名的 Zeta 被打入了败者组，因此在月度决赛的赛程就有着非常有趣的对局。灰之软困再度遇到了 Zeta Division， 两支队伍像是纠缠的量子般形影不离。这场对局十分精彩，双方十分拉扯。这场对战碍于时间的长度，没有办法完整呈现给大家。但 CIA 上演了让2追3的精彩操作，最终战胜了 Zeta。这场十分刺激的战役
让 CR 挺进4强，也是他们今年第一次在月度决赛上打败强敌 Zeta， 这让他们陆续回稳。虽然在后续4强未能持续晋级，但也因为晋级4强，让他们在东亚赛区的排名与第5名的 Rifle 拉开距离。2025年8月9号，东亚赛区点燃起最后一场战火。8月月度决赛将决定哪些队伍能够晋级总决赛以及 LCQ。这场比赛 CR 最终以4强作收，也确定晋级 LCQ， 获取最后通往总决赛的金票。好的，这边跟各位讲解一下什么是 LCQ。LCQ 全名是 Last Chance Qualifier， 中文是最终席位资格赛。这场比赛是由各大赛区排名中段的16支队伍相互对战，从3天赛事中决定选出可以晋级总决赛的4支队伍。简单来说就是败部复活赛。而要从16支队伍中脱颖而出是个非常困难的事情。每个人来到这里只有一个目标，拿到前进总决赛的金票。2025年10月11号，位于中南美洲上热情的国家巴西，16支来自各赛区的队伍将在这里展开为期3天的比赛。中亚赛区是由排行3、4、5的队伍晋级，分别是 Navi、奎珠亚坤及 Rifle Sport。赛制方面采取 GSL 赛制，类似于双败淘汰赛。比赛分成 A、B、C 组4组，奎珠亚坤被分配在 A 组，将由来自于中国的 NH 区开始第一场比赛。这支队伍是来自中国排名第2的队伍，算是一支不太具有竞争力的队伍，所以结果也可想而知 ，CR 以3比0完封，先夺得第1胜，晋级第2天的赛事。第2天的赛事遇到的是今年在 LCQ 实力非常在线，来自东南亚的 RNTX。在第1天赛事是以3比2胜过欧洲强队 Inner Circle， 无疑是本次赛事的黑马队伍。CR 对上他们无疑是场硬战。双方从第1局比赛开始就纠缠着有来有往，先是 CR 取得极限淘汰赛的胜利，后续又被对方在据点压制。虽然在第3局的宝石打回来了，但后续的朱秋以及金库 CR 以无能为力，被连续拿下。这场对战 CR 以2比3结束，但是他们还有一次战败机会，跌倒了再爬起来。奎珠亚坤在败者组比赛将对到同样被 RNTX 打到败者组的 Inner Circle。在刚刚与 RNTX 激烈的战斗后，这一场比赛奎珠亚坤显得是游刃有余，以3比1结束了比赛，晋级第3天最后的金票战。第3天的比赛，两对决胜利就可以获得金票晋级总决赛，战败的话将直接说再见，明年再相见。第3天的比赛，奎珠亚坤对上卡萨。卡萨是北美第4名的队伍，而这次 LCQ 所在的巴西也正是他们的主场。主场观众几乎全都在帮他们加油，而从日本来的奎珠亚坤就显得落寞许多。第1局乱斗足球 ，CR 被对方连续拿下2小局，比数来到了0比1。第2局的宝石争夺战 ，Kesa 率先拿下第1小局 ，CR 后续靠着操作技巧拿下第2小局。宝石比赛来到了第3小局，刚开始 CR 握着满满宝石，有着非常巨大的优势，靠着天赛小风稳稳拿着7颗宝石，但在后续对方真拉塔拉的压制下，无法再拿下更多宝石。Kesa 陆续打了回来，进入倒数，最终取胜。比赛走向完美跟着这个巴西主场队伍卡萨，比数来到了0比2 ，Kesa 夺得2大分，来到了赛点，只要再拿下2盘就将胜利。此时全场几乎都在为他们加油，而现场或许全场只有 CR 始终相信着自己以及队友，而远在太平洋另外一边来自东亚的观众聊天室内机器始终相信着他们，而他们也不负众望，创造了奇迹。Position in turn, Crazy Raccoon, they're counting up to 100%. Only a few more to go, nowhere to be seen. Crazy Raccoon might be doing the unthinkable. 皮卡有威能大，但左边都是陷阱，真的要小心。现在是蓝方比较被动啊，蓝方，哇 ，combo， 哇，天才刚讲完，马上一个 combo， 听到你的呼喊了。是，那皮卡这边有威能影響是很大的，它可以一波逆转。ちょっとでも開いてくれると、これが被弾追加点につながります。かなり踏めない。小梦等下应该是会踩到第一个陷阱，我觉得他现在的
他现在的意识应该是不觉得说那边有限制，应该说不知道。有得到第一个，哦，天才可以中，有的没中选择打格斯。哇，又踩到，给盾了，对面极限威能不怕，杀掉一个，博皮亚也倒了。残り15秒。いやこれ視野でいった方がいいですね地味に。これ残り10秒まで死ななければ。そうですね。Get in anymore. Doritos having to go round. Pekka trying to pinch around the side. There's the Morgan Kenny's marked up as well. Can they get the damage in? They're all pinned, but they can't yet. And can't at all. There it is for Crazy Raccoon. The second reverse sweep of the day. Results in a golden ticket. やだ、えぐい。最後は追い詰められて、でもそこを逃げ切ったクレイジーラクーン。世界一決定戦に届きました。他们做到了，顶着全场对方主场加油声下，顶着再输一局就淘汰的压力下，顶着已经落后2大分的状况下，他们上演了他们最为擅长的戏码——浪2追3。贵珠亚困、天才、Moya、Mukario 他们以3-2成功晋级2025荒野乱斗全球总决赛。在 LCQ 结束后，随即进行了总决赛的抽签。A、B、C 珠4组对应了这次 LCQ 的4个晋级席次。Tensai 打开他手中的签，上面写着 Group B， 也是被万界认为的死亡之组。有了去年的世界冠军 Humble 北美第1的 Tribe Gaming， 还有南美的 SKC， Crazy Raccoon 该如何面对这些魔王队伍呢？面对到去年打爆他们的 Humble。Sia 又如何克服压力呢？2025荒野乱斗全球总决赛即将展开。2025年11月，选手们陆续抵达了位于欧洲的瑞典。本次东亚赛区有着3队晋级，第1名的 Zeta Division， 第2名的 Rejects， 还有从 LCQ 起死回生的 Crazy Raccoon。这3队将是我们东亚的希望。当时最被看好的队伍就是 Zeta Division， 作为东亚第1，在 Pro Cup 获得第3名佳绩的他们，获得那么多的期待，也不是太过意外。而 Crazy Raccoon 在这1年来，除了年初的2月冠军后，似乎就平平淡淡的，没有多少人有着期待，没有多少人觉得他们会冠军，甚至觉得他们会在第1天就说再见。但是历史的改变从此开始。2025年11月28号，荒野乱斗全球总决赛第1天第1场赛事，由来自于日本的 Crazy Raccoon 对上来自欧洲去年的世界冠军，同时也是今年 Pro Cup 的冠军，就是 Sia 的梦魇 Humble。这场赛事对于 Crazy Raccoon 来说，无疑是本次赛事最大的考验。虽然说只是小组赛，但赢了这场对战，对于后续赛事都会让士气提升，也让他们击败去年过去的遗憾。比赛开始，第1局足球 Humble 凭借着优异选角及技巧先夺得第1大分。第2局抢行 Humble 毫不留情的2-0再夺得第2盘胜利。此时线上好几万名观众心中相信都知道这场比赛是谁会胜利了。去年被直落战的画面再次浮现，历史总是不断重演，但是不是重演这一次。Mantic trying to go aggressive, finds one connection, but Luki bounced back into another shot. And Mantic can make his way through. Evidently doesn't have hypercharge to work it was used earlier, maybe for the raw stats to try and stay alive. Yet much less shield in this day and age. Crazy Raccoon have been able to equalize the score now, 83% and counting. Humble have to make a play. Boss trying to come forward. Weekend Warrior for extra damage, but that Grim and Frostbin's going to make it hard to pass. No chance here for Humble to break through. A Crazy Raccoon vanquish the ghost of their past, taking down your world champions in 5 sets in their debut match in Stockholm. Crazy Raccoon 力挽狂澜，3场对战皆以2-0完封，浪2追3，战胜了 Humble， 战胜了世界冠军，战胜了 Sia 内心深处的梦魇。Crazy Raccoon 回来了，以他们最擅长的浪2追3，再度让全球玩家知道谁是 Crazy Raccoon。凭借这场对战的胜利 ，Sia 率先晋级到第2天的比赛。至于同为东亚赛区的 Zeta， 在第1天赛事被连续击倒后，结束了他们夺冠之路，也让所有玩家感到不可思议。
而 CER 是否能够延续着对方意志，坚持下去呢？2025年11月29号，总决赛第2天的赛事热血展开。这天同样还是小组内的比赛。第一场比赛是由组内第1天胜者来进行比赛。奎朱兰坤是遇到了来自北美排名第1的 Tribe Gaming。Tribe Gaming 这个队伍在今年赛事共获得了4次月度冠军、2次月度亚军，还是去年总决赛的8强队伍，实力是不容小觑的。对 CER 来说，无疑是场硬战。但双方在去年的总决赛8强就已经交手1次，当时 CER 是以3-2险胜他们，因此这一次也同样是 Tribe 的复仇赛。这一场比赛胜利可以直接晋级第3天的赛事，准备争夺最后的冠军。但是输的话，就要从败者组继续往上打，这一场胜负非常关键。Tensai now rotating to the left hand in this weak super. A lot of contact being made. Moya low HP, doing his best to stay alive. And RBM doesn't quite go for the kill, knowing Tensai is there for reinforcements. He has the presence of mind to dodge away from that Luffy super, despite being so low. Is incredible. Here's another gadget coming down from the rough, so it's dangerous. Luffy gonna dive in. Tensai outlast! Unreal Milkrio! Another huge pick-off. Tensai stays alive for long enough to keep Crazy Raccoon ahead by 3 stars. That's all that's in it. That means Milkrio needs to be the target here for Tribe, but they'll take what they can get at this point. Tensai with 2 stars. No, they can afford his life. Milcreo with 5 on his noggin. That's who they need to focus down. Supers being released. Tensai up in the face of RBM. Teammate there to assist. One star being the difference maker. Tribe Gaming have waited for revenge for an entire year, but CR standing tall. Tensai drops the super. RBM low HP. Milcreo a man on the mission, and once again he delivers. Let this be a warning to the world. LAN is where demons come to play. Credits, run from it. Crazy Raccoon are inevitable. 延续昨天的气势，这一场比赛双方打得有来有往。CER 也用着一如往常的套路，打好打满，最终以3-2胜利，也以 B 组第1晋级第3天的赛事。2025年11月30号，对于外人来说是个平凡的星期天，对于荒野乱斗玩家来说是个热血的星期天。就算隔天要上班上课，就算身体已经快要扛不住，今天的比赛还是必须要看。2025荒野乱斗全球总决赛第3天最终8强赛，经历1整年又2天的赛事，最终全球8支最强的队伍聚集在这里，只有1队可以获得冠军，其余队伍明年继续努力。比赛开始。奎朱兰坤在今天的比赛延续前2天连胜的气势，在8强赛以3-0击退了 STNN， 晋级到了4强赛。但是他们面对到的是今年曾暴打 Zeta， 今年曾打爆 Humble， 欧洲排名第1，获得3次月度冠军。去年总决赛4强队伍就是来自 ENEA 的 SK Gaming。这支队伍在这2天的赛事一路以3-0连胜的姿态挺进到了4强，无疑是本次比赛最具有冠军相的队伍了，也是 CER 在夺冠之前必须跨过的最大障碍。The fact is that Lily needs a bit of backup after she dives. She doesn't quite have the damage to burst Milcreo down. And Tensai, with super available, can just punish the action if he wants to go on the aggressive. He's got to be more calculated in that approach. For SK Gaming, that was a must-win set in my opinion. Just based purely. 经过2局双方激烈的对战，比数来到了1-1。来到了第3局的据点，双方都先夺得1小局的胜利，来到最后1局。SK Joker 的盖瑞搭配 OPE 的德拉古，这恶心的组合最终还是将 CER 击倒，比数来到了2-1。SK Gaming 来到了赛末点，但是不要忘记他们的对手是谁？奎朱兰坤，这疯狂王熊怎么可能会让你在第4局就结束呢？在第4场金库攻防战，双方同样交手到了最后1局，时间剩下最后1分钟。奎朱兰坤金库血量落后对手一个护盾，貌似 CER 要结束了，他们要输了，但是他们挺住了。Crazy Raccoon 史诗级逆转比赛，比数来到了2-2，来到最后1场对战极限淘汰赛。奎朱兰坤延续着在金库的气势，先夺得第1局的胜利，后续第2局的对战与对方拉扯到了最后1小局。Yoshi has a super to use.
could opt for it defensively here. But that is only going to cause the Ruffs to back up. It's unlikely to generate himself an elimination possibility. Joker walking cane, pulls up short. Ope taking a lot of damage. Sandbags deployed, but now cleared. Milkorio dodging on the right side as Joker looks for an opening. Moya has hypercharge. SK Gaming can't afford to let this round go long. Ope's flashing the super. Can't find a connection, but SK Gaming are encroaching. They're pushing up the map. Tough time now for CR. They've got to be able to come forwards. Moya has got a hypercharge that can be absolutely devastating. But OP with a huge tap. He's targeting him specifically. And now CR are pushed back. The gas is coming in. Good taps. Tensai getting low. Has to duck behind the sandbag and a walking cane catches Moya. Here's a hypercharge though. Yoshin can't get away. Oh no! They don't care for fairy tales. They don't care for legacies. They'll leave muddy footprints on your memoirs. Crazy Raccoon are done hunting trash. Today, they're looking for treasure. Today, they're looking for glory. 没有错，你没看错，奎tru亚坤晋级了，他们击败了欧洲第一的队伍，他们挺进冠亚赛了。Tensai、Moya、Milkorio 他们做到了，现在只差最后一步了。时间来到了1个小时后，4强赛第2场结束了，也代表冠亚赛 CR 的对手出炉。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剧本总是不断重演，就像是人生一样，你觉得不会遇到的人，结果缘分让你们相遇在乱世以外。今年总决赛第一个对战是由奎tru亚坤对上 Humble，3天后的总决赛最后一场对战，没有想到也是由奎tru亚坤对上 Humble。当初第一场对战没有想到就是现在的冠军赛。这次 CR 能够夺冠成功，还是去年噩梦再现。这个结果虽然你我都知道了，但让我们回到1个月前的那个夜晚，在战爆兄弟与美乐蒂的歌曲下，今年奋战到最后的2支队伍将迎来属于他们的最终战役。一支来自日本，有了多次世界赛经验，队内甚至有着一个双冠王。日本常年来的王者，今年不被看好，差点被淘汰，却一路上演惊人的逆转戏码。他们就是 Crazy Raccoon。而他们的对手2024全球总冠军、2025 Pro Cup 冠军、欧洲排名第2，同样也是拥有多次世界赛经验、主宰荒野赛事多年，他们就是谦虚到不能再谦虚的 Humble。2支队伍6位玩家1个冠军。比赛开始，第一局的对战金库攻防战轰隆峡谷。Tensai 使用了这张地图非常强势的猪猪 ，Milkorio 则是玩了有着强势压制力的鸭。Moya 这次使用着有着爆发伤害的罗拉，这个选角无疑是非常的良好。第一局就完美压制对方，率先取得第一局胜利。第2局开始 Humble 打得格外保守，但就在 Simon Take 的猪猪使用佩剑潜伏将 Moya 击杀，后续用大招与 Rookie Byron 的配合将 Tensai 斩杀，让这局的局势跟着 Humble 来走。但在后续 Moya 将 Boss 安破击杀，开始与对面不断拉扯，到最后30秒，双方金库血量都非常接近。但 Humble 领先较多，在最后10秒，奎tru亚坤一路压制，在最后将对方金库达到 57%， 而他们自己只有 55%， 差 2% 就可以在金库完封 Humble， 非常可惜。但是第3局随后开始，双方金库比分1-1，将瑞典现场所有 Humble 欧洲主场支持者气氛拉到最高。金库攻防战第3局正式展开。Humble 的人气选手，同时也是去年总冠军赛的 MVP Simon Take， 他的莉莉选择与上局一样的打法，但选择换路进攻。但可惜他这次佩剑隐身被 CR 抓包，在 Moya 和 Milkorio 的配合下将 Simon Take 收掉。这个击杀对于 CR 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解决了最麻烦的莉莉。后续双方不断拉扯，在Tensai的猪猪刷出大招后，格里出发，将对方压回了家中，也让 CR 有进一步进攻金库的机会。但是金库没打多少就被 Humble 守住了。2024世界冠军依旧有着高水准的守备。此时双方金库血量 85% 对上 93%， Humble 暂时领先。但是就在这时 Milkorio 的压关键的一跳将拜伦跳回了家，而另外一路的罗拉也击败了安破。这一波双杀也让 CR 再次获得进攻机会，但是这一波还是被 Humble 守住了。Humble 有如一个过不去的高墙般，每一次的进攻都被他们轻松化解。但这几波的进攻也让双方金库差距只剩 4%。比赛剩下40几秒，双方还是不断拉扯。战场上
子弹不断飞跃，紫色威能特效不断出现。在最后30秒 ，Sia 被反攻一波，第一个护盾被打出了，情况似乎不太良好。Humble 看似要拿下胜利了吗？ Humble are on the front foot once more. Hypercharge super explodes. A little bit of damage onto the safe, but more importantly, Milcario scout is taken. Tenside step forward. Luki needs to dodge these shots, and he'll be happy with a 1-for-1. Everything coming up Humble now. 25 seconds left in a round. A safe crack finally achieved, but Semantic needs to double back and defend. McCray finds Boss on the right-hand side and is on the stiff, getting damaged. Now his teammates join that mid. Tenside now for Hypercharge. A massive ban from Boss to respond against it. 75% to save this correct. They already need one more shot. They're going to get there. That's going to be the one to seal it, surely. Crazy Raccoon will take the first set. Humble are immediately behind. No matter how fast Humble run, Crazy Raccoon is always coming up in that rear view mirror. A monkey that cannot shake off their back. A ghost that haunts them every time they try and reach for the title. Crazy Raccoon 打回来了，再度上演逆转戏码。Milcario 再度关键一跳，搭配天赛极限威能、格里以及 Moya 的输出，在最后10秒成功逆转，夺得第一盘的胜利，也让现场 Humble 粉丝直接转支持 Crazy Raccoon， 直接把手中的 Humble 应援撕掉。欧洲、瑞典现场、日本直播线上观众、台湾直播线上聊天室，国内外所有的荒野乱斗玩家，在此刻心情起伏都来到了最高点。没有人能想到去年过不去的坎，去年被3-0的梦魇，在此时此刻被瓦解了，比数1-0。紧接着第2局乱斗足球中心舞台，究竟这场对战是属于日本复仇者Crazy Raccoon的中心舞台，还是来自欧洲寻求卫冕的 Humble 的连霸舞台呢？这场无限之战一触即发。这一场比赛 Milcario 率先出了芬克斯，在这中间空旷的地图是个非常合适的 pick， 可以拿来探草使用，伤害也蛮稳定的。但对方 Humble 就是亮出了在草丛地图上同样也有着优秀压制探草能力的压，并且补上了一只拉夫上校，应该是想借着配件空投的压制力以及大招资源来稳定战局。接着 Sia 这边出了翟勇，拥有非常强的极限威能，有着非常好的回血以及提速能力，对于 Sia 整体续航来说是个非常好的选择。而在翟勇随后补上了德拉古，回血辅助配上坦克，这种荒野乱斗最常见的组合，在我们总决赛足球是被 Sia 率先拿下。而 Humble 只是选出了查斯特，拥有爆发伤害，拿来克制坦克确实是挺舒服的。但查斯特这条色其实在当时版本不算太强，但在欧提斯以及斯维克拜伦都被禁用的状况下，或许这就是他们最好的选择了。比赛开始 ，Humble 的 BOSS 拉夫先开启了一个配件，将天赛的进攻完美封闭。后续在 Humble 压制下，Sia 的左路已经裂开了，率先被进了第一球。第5重整后，第2小局开始，拉夫有着一样的打法，先开了一个配件，搭配着队友强大的压制力，确实将 Sia 打乱了。后续一堆极限威能特效开来开去 ，Sia 剩下天赛一个人，就跟当初2021夺冠的 Zeta 一样，只剩下他一个人。整个比赛的局势都跟着 Humble 在走，Crazy Raccoon 完全没有任何的进攻空间，但是 Sia 这边不断轮流死掉，还是与对方僵持了许久。但现在对方已经进了1球，要是再不有些进攻，将被对方拿下第1局足球。对，没错，后续对方持续压制 ，Humble 又再进了1球，率先取得足球第1分。第2局足球展开，这局 Sia 做了换路的处理，也完美避开了 BOSS 拉夫的第1波进攻，也陆续压制到了对方的家中。Sia 这局完美压制力将对方打出了破口，先进了第1球。接着第2小局，双方依旧有着有来有往的进攻，在双方僵持不下的状况下，Moya 德拉古开出了极限威能，一整管的火焰将对方斗志都烧没了，也让 Sia 顺利拿下第2小局的胜利，足球来到了1-1的平手。第3局开始，双方前面都打得你来我往，直到 Sia 将对方打回家中，在即将要进球的一刻被守住了。Humble 那坚硬的铁墙还在，他们还没有输，双方一路僵持，直到了加时赛。Humble got to hold on. I feel like with this comp, they do have the advantage in overtime. Yeah, they want this overtime. They've been trying to break the map up all game, and now it's going to happen for them. Boss with a hypercharged super.
Everybody with one in their hands on Humble's side, but here comes Moya, he is burning them to the ground. Outranged though by Lukey as he is. Humble need to fight, ball cleared, crossed to the right. Semantic with the invulnerability is going to be able to get it out of the way, but this is not enough, not remotely enough from Humble. Crazy Raccoon, fate beckons them to the podium. And they'll take their second set. CR 再度夺得1分，你敢相信吗？尽管在对方击杀数及 DPS 都比较高的情况下，贵珠软坤靠着他们坚韧的毅力，他们那奋不顾身的努力，最终将比数来到了2-0，最后一局拿下就夺冠了。第3局抢星大作战，草丛迷踪，属于贵珠软坤的终局之战正式展开。这张地图也是1个月前 LCQ 最后一局，贵珠软坤狼2追3，最终拿下金票晋级总决赛的地图。这是巧合吗？还是一切都是天注定呢？比赛开始，这局的贵珠软坤就如同发了疯的浣熊般，在开局没多久就将对面双杀，比数领先。但是对面是谁 ？Humble， 他们有可能止步在这里吗？他们一连串的进攻将比数逆转，信心差距来到了5-12，CR 大幅落后。最终虽然扳回1点分数，但依旧无力回天。第一局被 Humble 率先取得，第二局 CR 打得比较保守一点，比数一路领先，直到最后40秒。你以为 CR 要输了？怎么可能？他们直接逆转一波，逆转你的逆转。现在抢星比分来到了1-1。我们接着直接为大家带来最后一场抢星贵珠软坤最后的战役。比赛前期双方在拉扯，比赛中期双方在拉扯，但是比赛后期双方拉扯得更为激烈。It can't be over here. It just can't. Humble now to stand and fight for the right to continue to compete for the World Championship. 9 seconds left. Lil Creo starting to pinch on the right-hand side. He pops his super Tensai. Looking at Semantic. He's looking like a tasty morsel. In he goes. Able to get away as well with a super, but not to safety. Crazy Raccoon. The king of old has returned to claim his dues. From the dumpster to the throne. A rags to riches story, stuck on repeat. Crazy Raccoon have ascended once more to godhood in Brawl Stars. A clean sweep of the 2024 champions. 贵珠软坤赢了，贵珠软坤赢了，贵珠软坤3-0 Humble， 不敢相信，不敢想象，从 LCQ 差一个比分，差点被淘汰到全球总决赛，不断让2追3，连续3天奋战，遇到第一天的对手，直接3-0完封对手，将对方卫冕冠军的梦想说再见，也将全场气氛来到了最高潮。天赛夺得了荒野乱斗第3个世界冠军，历史上第1人。他也证明了自己不需要世界探跑也能赢，他也证明了自己没有老。Moya一直以来被认为在 CR 中在雷，但他这几场赛事展现出他自己的真实力，展现出他自身的特质。Milk Rio 从2019开始，连续6年不断的努力，不断的付出，他做到了。他获得生涯第1座世界冠军，他甚至还是这场冠军赛的 MVP。他不用跟别人解释自己是谁，他的操作，他的实力已经解释了一切。贵珠软坤2025荒野乱斗全球总冠军，来自东亚赛区，来自日本东京。从2023组队开始，一直到今年新队员加入，他们做到了。他们将冠军带回东亚。贵珠软坤不再是王者的堕落，而是王者的再次崛起。Moya 曾经说过 ，CR 比所有人想象的要强，他们会拿下世界冠军。现在看来，他不是随便讲讲，他是认真的。感谢你收看这部 CR 夺冠纪录片，这部影片制作耗时耗力，请帮我按个订阅以及按赞这部影片，分享这部影片给你玩荒野乱斗的朋友。要是可以的话，帮我热推这部影片，让更多人可以看到。也祝福各位圣诞节快乐！我是佑伦，我们下次见。